我的感情经历比较简单，一直没碰到值得我去追的女孩。遇到她后，她符合我的所有标准，我就想和她在一块儿。我俩以前就是一种工作关系，我能感觉出他对我很用心，但我跟他表示过我们不可能，我最多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。我跟他在一起没有索取太多，他暂时不能接受我，但我有喜欢他的权利。我可以先当他弟弟，让他慢慢了解我的真心。他以前对我的那种好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但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情让我特别无法理解。我觉得他能找到更适合他的女生。有请这对，有请。小杨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；小王25岁，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你们俩算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灵魂伴侣，我们只是简单的朋友关系，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，甚至连朋友都谈不上。我们是有亲情存在的。怎么认识的吧？认识多久？先说说。我跟他认识了1年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一个人来到唐山做主播，然后做模特，那个时候我需要做图的，然后他正巧会，然后就遇上他，然后他经常就是帮我做毛卡，做视频。你看主持人多么有缘分，他来到了唐山啊，两个人相遇的几率是千万分之4，正好我们遇见了，老天爷上天注定我们的缘分啊，我们就该在一块儿。因为原来的话我是在沈阳，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谈过2次恋爱，但是对方的话就都抛弃了我，其实很难过，我当时就特别讨厌沈阳的城市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所以一路就来到唐山是吧？就碰到了这个小子是吧？对，主持人，你看他最需要依靠的时候，他感情遇到挫折了，他遇到了我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感觉就仿佛看到了天使一样。一个人他生下来，我感觉他是一半灵魂，另一半灵魂需要你去寻找。我当第一眼看见他，我就认定了，他就是我要找的另一半灵魂。我崇尚的是那种柏拉图式的恋爱。哎呀，这个信息量好大，我得慢慢消化，把这些词儿全都名词解释一遍在脑海里面啊。接着问啊。人家不找你 P 个图吗？怎么就从 P 图就变成朋友的？说这过程。就是因为我平时对于直播我还算是比较大大咧咧的，平时跟粉丝之间就是互动比较少。然后他有一件事是特别感动我的，就是他能帮我做场控，然后能开2个号，我熬夜多久他都能陪我，然后还帮我去维护一些粉丝，然后告诉说这个粉丝刷了多少礼物呀，做一些琐碎的小事儿。慢慢他这样做的话，让我就是工作上很顺心，然后他做图又比一般人做的很细心，就是别人可能做我一张图片的话就花1-2个小时，但他能熬夜通宵到3点给我做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，我觉得在我失恋的情况下，然后有这样一个男孩子陪着我，还是很开心的。啊，你做什么主播呀？我做的是舞蹈主播。主持人，从他刚才讲的这段，我们的灵魂接近了。每天晚上，你想想，他半夜听我申诉，听我倾诉，我也会跟他开视频，我跟他唱歌逗他开心。他每次下播了特别累，特别辛苦。我感觉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场控和主播是工作伙伴，别什么就灵魂伴侣。他下播了，他会跟我谈心的。是你跟他谈还是他跟你谈？他跟我倾诉，我感觉他的心灵为我打开了那么一扇窗啊！我们相信随着时间，慢慢的这扇窗会越打越开。这窗开没开呀？到底开了那么点儿。之后呢，我看他一直直播还是不开心，我就想着他可能没有从以前那恋爱中走出来。你身为他的灵魂伴侣，我当然要让他变得开心了。然后我就提出了想尝试着跟他谈半年恋爱。你提出尝试谈恋爱，你同意了吗？我没有同意，因为我很明确的说我不想谈恋爱，我也不想结婚。我觉得他就是变着法来套路我。明明是你撩的人家呀，你又半夜跟人倾诉啊，又什么又让人给你做场控，你给他做场控，他给你钱吗？我给我的灵魂伴侣，跟我的女神，给我的姐做场控，我为什么要钱呢？我给她做是我一些开心的事情。而且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我没有谈过恋爱，我会什么套路啊？而且我觉得我眼光挺高，我身边有很多女孩，为什么我偏偏看上她？因为她就是我的另一半的灵魂。啊，好，你为你那一半灵魂做了一些什么呀？我不是知道她的日程表吗？我就每次等她下班了，我在她家楼下等着她，我就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知道她安全，就每天楼下，而且她有时候她还跟她妈跟她姑姑说了。啥意思？她住在她姑姑家嘛。啊，然后每次我在她楼下等着，她姑姑就看着我，就有一次她姑姑问我你小子你干什么呀？
我就说我想追求你侄女儿，他就感觉我是个很缠着他，像个狗皮膏药一样。我觉得这没什么，这就是为了他的安全嘛。啊，人在姑姑家住着不安全啊。他下班了，安全到家了，我就满足了。就是你送他从工作单位到家，我就是在他家楼下等着他，看见他安全到家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有你在我看是最大的安全隐患。他姑姑没说这个，我能讨他姑姑欢心。我觉得先拿下他，就得先拿下他的家人啊。拿下他姑姑了吗？我跟他姑姑，我觉得聊的还是可以，也成了你姑姑了，亲情又一份亲情。哦，又亲情了，你不怕呀，丫头？我还怕，我觉得他对于我来说就达到了骚扰的境界了。哦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接了一场去北京跳舞的活动，然后我刚下高铁的时候没来得及换衣服，然后我穿着一字肩，正好在楼下看到他了，然后他就大声地跟我说：“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”我说我穿成这个样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跟他吵了2句，他上来给了我一个嘴巴子。不是，一说到这个事儿，我真的现在我都想给自己2巴掌。我怎么能打我的女神？事情是这样，那天他突然去北京了，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，他就是提前那个回来的时候让我去接他。你这不就是聊着人家吗？他在唐山又没什么朋友，他让我接他。当时他下了车走出来，我看他穿那么少，你像那是秋天又那么冷，我真的是心疼，当时真的是冲动，情急之下才动手打了他的。之后我也非常真诚的跟他道歉了，当时我都跟他跪下了，我也是担心他嘛。臭小子还动手真的我是都打你了还跟他纠葛呀？后来我就再也不想搭理他了啊！但我承认我让他接我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太累了，我觉得一个小女孩也会有爱慕虚荣的感觉，所以这点是我错了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他以前跟我倾诉的时候，他说他的梦想是做一个舞蹈老师。我身为他的灵魂伴侣，当然要给他指引正确的方向了。我帮助他，我跟我的父母商量，把我的彩礼钱，把我的那个车钱都可以商量拿出来，给他开一个舞蹈工作室。我在帮他做宣传，做活动，这钱拿出来了，钱呢？跟我父母商量，我父母他支持。你收了钱？不是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2面3刀的人，他表面上什么都不懂，他后来还经常管我借钱。啊？没拿钱给人开工作室，你还找人借钱了？他不答应嘛。我借钱是因为我上次打了他，不让他之后就不理我了，我就是想找这个借口接近他。不是，你怎么就借给他呢？因为我当时我特别不想搭理他，然后他给我发了好多遍的微信，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吃不上饭了，父母又生病了，然后自己又生病了，我看他特别可怜，我觉得最起码以前的一个小男孩，他帮我那么辛苦的工作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工作还挺好的，然后他是连饭都吃不上了，然后我就戒了。哦，那他给你工作的时候你给他钱吗？刚开始给。为什么后来不给了？后来他跟我说他想做我的弟弟，我是他的姐姐，我们朋友之间不用谈钱。那个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谈钱呢？不是不谈钱，我知道这样的，然后后续我就请他吃饭，给他买礼物，就是觉得这样的话能顶替他曾经对我的这段。主持人，我们是灵魂伴侣，我早已经把一切物质抛之脑后了。然后再后来我就管他要。因为我都借了他4000多了，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我？然后之后他就说我没花，我是要把钱攒下来给你买个架子鼓。然后因为你说你喜欢架子鼓，然后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敢尝试，就像喜欢我一样，没有释放自己内心的野性。但是这根本就是2回事好吗？不是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女神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特别清楚的，想让她多尝试一下。那你们俩今天为什么到这儿来啊？到这儿来，我就是希望，我真的是想彻底的摆脱他，就是希望以后这个人不要再出现我的世界里了。哦，不会，你来的这节目叫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是要保卫我们的爱情的。我是希望主持人能帮我，让我不要说，我本身就想一个人安静一下。啊，行，我再问问啊，这个你为了摆脱他，还用过什么手段啊？我想给他介绍女朋友。介绍了吗？介绍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反套路我。什么叫反套路你？他把我相片发朋友圈里了，他说这个是他女朋友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会什么套路？我真的不会。朋友圈不就是用来秀恩爱？而且我就是想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再告诉他。对，而且他发朋友圈还把我屏蔽了。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想给你一个惊喜，而且我们就是男女朋友。实不相瞒，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，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，他们的手我都没拉过，而我们手都拉了，而且我们都搂过了。他就是我，就是我的另一半。怎么还搂过呢？我错了行吗？
我跟你道歉。你没错，你不用道歉，你没错。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失恋，然后我说走啊，去酒吧喝点酒。他说行，可以。然后带他去酒吧的时候，然后就感觉他这个小男孩就是不能喝酒，但是硬生生的喝了很多。那个时候我心里觉得他挺实诚的，然后我就抱了一下他，就是这种简单的像姐姐对于弟弟的那种感情。行，懂了。来，小伙子，我给你梳理梳理啊。以前没谈过恋爱？真的没有。灵魂伴侣到底是指什么呀？口口声声你给我说了一场灵魂伴侣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知道你的眼里什么叫灵魂伴侣？感觉心灵的碰撞。你干嘛？你不就喜欢他吗？就缠着他吗？别拿那一套一套的来说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还灵魂伴侣，柏拉图式的爱情，你啥都不清楚，你在这给我套名词干嘛呀？哪儿背的这乱七八糟的，你还不套路呢？家门口堵人家，找人借钱。借钱不还，没看出来你哪爱他呀？你这灵魂就这么无耻吗？你也别哭了，装什么委屈啊？就招惹完了以后，你把人这小伙儿弄来说，我对你没感觉啊。你对人没感觉，你带人去酒吧喝酒干什么呀？喝酒就喝酒了呗，你抱人家干什么呀？你还哭？你说你哭什么？你不就是聊了一个男生嘛，然后这男生开始动了真情嘛，又不知道怎么办嘛，就开始撕扯嘛。我问你啊，你为了失恋，你可以从沈阳逃到唐山。我还想走，我不想在这个城市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你完全可以从唐山逃走啊。我就去别的地方啊，不分是非的，瞎招惹，招惹完了以后没办法了吧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，你不要口口声声说灵魂，你就是为了追求他，给自己找这样的一个借口。其实你内心没有这么纯粹啊，你是不择手段就想得到他。你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，好好的把学上好，谈一场恋爱不难。你没有谈过恋爱，怕什么？我们谁不是新手上路开始的？谈恋爱只要有感情了，无事自通。不要你去加这么虚幻的所谓的灵魂。女生，你真的有错。你遭遇了2场爱情的背叛，让你伤透了心，你不相信爱情。但你要想，2次被蛇咬，难道我们真的要20年怕井绳吗？你的有很多的这一些举动，让他误解，让他误读，这是你的错。如果你心中真的认为这不可能成为你的男朋友，狠下心来，拒绝这样的感动，然后微信拉黑，真的没办法人间蒸发，然后正式今天警告他，再骚扰你110。24小时场空的。就是那场控你把它夺了不就完了吗？来，莎娜老师，你别哭了，你是觉得你自己特委屈是吗？我真的一点都不觉得你委屈，就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整个你们2个人关系当中，整场对话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地方在哪里？在他伸手能抬手打了你一个巴掌，我觉得这件事儿非常可怕。就他完全是以男友这样的一个身份自居的，他会认为作为他的女朋友穿成那个样子，他很恼火，而他恼火之后的反应是什么？就是打你，所以他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。当时打得很轻的。不管是轻还是重，你这个举动就证明你是有暴力倾向的。一旦他不顺从你意，一旦他让你的情绪失控，所以当你的女朋友是有风险的。我问你，她是你女朋友吗？是。凭什么是？她喜欢你吗？答应做你女朋友了吗？什么叫谈恋爱？谈恋爱是在以爱为基础的前提下才能谈恋爱吧？他爱你吗？不爱吧？你心里面非常清楚，你这就是单相思、单恋和自己的幻想、幻觉而已。所以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不要扯那些什么
就感觉好像很高大上的词儿去哄骗人家，她也不是那种能让你骗的女生。你真真正正在现实生活当中追过一个女生吗？没有，真的我没有任何的套路。我相信你不是套路，我相信你也真的不知道这算套路。但是你真的做的这些事情，其实你都明白自己在干嘛，你也明白她不是你的女朋友。什么叫女朋友啊？那得我同意吧，哥们儿，我得同意我是你女朋友吧？你以为这样死缠烂打就会爱上你，被你感动吗？你这样是把他越推越远，真的可能以后连联系都不会再跟你有联系的。我相信我说的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今天我们在场上每一位老师要说的话，你都明白。你自己心里好好去想，你不要执念自己的那个想法。接下来，女生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说你爱慕虚荣？你享受粉丝也好，围在你身边的周围的异性给你带来的这种让你觉得很开心、很愉悦的感觉。从北京工作回来，有人接你呀，陪你去个酒吧呀，现场帮你把所有的直播的东西掌控好啊，然后还能陪你聊聊天呀，他是你的倾诉对象，而且我敢肯定是他让你找回了自信。第三点就是他又给你心灵的抚慰，因为你刚刚失恋嘛，失恋的女生就是没自信，就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。但凡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，你都不看他长什么样，这男人天天骑在你旁边，天天跟你说哎呦你好美，你就是我的女神，瞬间让你自信爆棚，然后又能听你使唤，让他往东不敢往西，所以你迷失自己了。但是没想到这是个坑啊，下去上不来了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当断则断。什么叫拒绝？你不是不想谈恋爱，你只是不想和他谈恋爱。这话要清清楚楚的告诉他，我不喜欢你，不爱你，我不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，这辈子你别想。我不想谈恋爱，不是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我就是此时此刻不想和你谈恋爱。你试试，他还骚扰你吗？所以我说你委屈什么呀？你一点都不委屈，你该占的便宜或者享的福利已经都享到了。拒绝很好拒绝，拉黑、消失，让他找不到你就好啦。谢谢珊娜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小鹏老师，你哭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不幸福，从沈阳也不幸福，来到唐山更不幸福。自找的。你比他年龄大，并且谈过恋爱。对。他22岁，从来没谈过恋爱，对吧？男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应该从来没有过女生抱过你吧？没有。也从来没有过女生把自己内心的话跟你说过吧？没有。从来没有过，他是唯一的一个，对吧？对对。你也知道他没有谈过恋爱吧？我知道。好，我就说2点。第一个，把他当工作的伙伴用，你给的钱到底给了多少？这个我根本不在乎，我就没有。你告诉我赚多少，别说在不在乎。我忘了，我没有数过，我不在乎这些物质。2、3千。一个月你把它当2、3千的工作用，对吗？那个时刻的你根本没有让他有太多的非分之想，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。工作就是工作，感情就是感情，一旦把工作变成感情关系，就会变样。你最开始是把它当工作关系，给他图让他帮你修，然后给他你的账号让他帮你做管理，够了。可是你最错的一步在于你把工作关系变成了倾诉关系。你跟他讲你的心事，你所有的压力你给他倾诉，包括你的失恋，包括你工作当中遇到那些人对你不好，还把他带去酒吧，通通都是你在越界。我知道工作肯定会遇到压力，谁都会遇到压力。但是当你把你的一个工作合作伙伴，或者你的一个员工，或者就是一个配合帮你打工的人拿来做倾诉对象的时候，你就让他产生了非分之想。所以这是你错的第一步。但凡那会儿你知道一点边界和度，他就不会有过度的非分之想。而且第二个你错的，你明明知道他开始喜欢你了，他向你表达他对你的爱了，你依然跟他有紧密合作，还开始免费接受他为你打工。
如果我知道一个男人喜欢我，想追求我，我第一不会让他为我工作，我第二我不会把他再当朋友了，特别是当我在不喜欢他的情况下。所以你是在利用他对你的感情，让他为你工作，还接下来跟他两个继续让他来帮你疗伤。你心里边本来就失恋了，你失恋需要有一个人陪伴，他就成为你的药了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，这就是你错的2点，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放进去。所以姑娘先弄清楚，感情是感情，工作是工作，友谊是友谊，这3件事先分开。你把人家撩起来了，现在跟人家说我不喜欢你，你撩他干嘛呀？爱是美德的种子，如果你这个美德没了，你的爱就没了。所以内心有污，爱不可能成为爱。内心要有纯洁的美德，你的爱才可以变成爱。好，谢谢小鹏老师。女生，今天如果在这个舞台上你不能够得到任何的经验教训的话，你接下来还会一个接一个的遇渣男，你不会在一段情感关系里头找自己的原因，你认为是我总是命不好，遇到的要么是花心，要么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总是这样？因为第一，你贪慕虚荣；第二，你占小便宜；第三，你没有边界；第四，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当你发现一切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想的是我怎么了？为什么总是我遇人不淑？这不是命，这是你自己的际遇，是你自己作出来的。对于这个男孩子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划清一切的关系，这里头包括不给任何的回应，完全把他视为空气。甚至他跟你说话，你连愤怒、哀求、说不这一类的都不要有，因为你的任何情绪化的反应，包括像此刻的哭泣，在他看来都是在跟他互动。你只要给他一丁点的让他可以误以为是互动的，都会鼓励他继续的把他的行为过激的做下去。所以你一定要在心里头弄清楚，不要再软弱下去，不要再纠缠下去，不要再毫无边界下去，从此划清界限，删掉、拉黑、删除。至于你说你不太懂感情的套路，但是你用了一些方法和手段来希望这个女孩子成为你的囊中之物。一直口口声声的你在说灵魂伴侣这个词，为什么在你的人生里头特别重要？因为你长得不好，我希望有一个女孩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认识到我的灵魂，所以你才会追求灵魂伴侣。如果你是一个堂堂正正、端端正正的男人的话，没有人觉得你有什么问题，是你的行为丑了，你本人挺好的。但当你一直在否定自己的形象，认为只要有人跟我示好，天哪，这就是对我的爱，这就是灵魂上的契合，那么很可能会鼓励你做出一些错误的回应。你现在对你的女神所采取的这一些方法，已经明显的超过了人该拥有的一些隐私权了。我可以改。你改的目的是什么？都是为他好。我问你，你改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他过得幸福，他快乐吗？还是得到他？可能我，如果是得到他，那么你所有的改都只不过叫变换手段。如果你是希望祝他幸福，你现在要改的事情就是收起我那一颗痴狂的心。我相信当时抱你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话，另外一个人也会是女神，因为给了你青睐。因为在人群中，在你那么自卑的时候给了你认可，因为告诉了你，你看你对我很重要，你害怕这一种亲密关系不在了，所以你希望靠纠缠来把这一种亲密关系继续下去，即使你心里知道它是抗拒的，它是痛苦的，但你决定采取沾边赖。你以为赖着赖着赖着他也就习惯了，你以为慢慢的他也就念了你的好，跟了你了，你完全不考虑他开不开心，他想不想要，他幸不幸福。我们刚刚说了这一个姑娘的一些缺点，而你其实在整个这一段关系里头，你也有一些趁人之危。打他这个事儿大家都说了你不对，在以后的事情里头记得吧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没啥好说的了。对这个姑娘就希望你收手吧。谢谢米娜老师啊。这世界你不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叫占小便宜吃大亏啊。岁数比人大，生活经历比人丰富，
想尽各种办法就占便宜嘛，从给工资到不给工资嘛，对吧？你就明显就这个，还朋友，你们朋友在哪儿了？我在这种关系里面，我特别提醒女生，为什么有很多女生碰到了我们认为很极端的男性，分寸、尺度、距离、拒绝，最重要的是贪婪。你要不贪图点小便宜，怎么会有今天之苦呢？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刚才我一直思考什么叫灵魂伴侣，我感觉灵魂伴侣就是不跟你在一块儿生活，但是能够让你幸福的人，可以在你迷茫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商量你前进的道路，我就在你之前没有从那2段感情里走出来，我就可能丧失了对幸福生活的期待，我就想让你重拾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。而且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回过头来会想到，在你最艰难的时候，你在唐山没有亲人没有朋友，父母也不在身边，每天下了班那么辛苦，一直默默陪着你的那个人，他是我不可能会放弃你的，我会加油的。哇，白说，看见没有？谁的问题大？根本不是男生嘛，男生收不到任何被拒绝的信号嘛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哇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门开着的时候，女生在摘耳麦，然后所以男生可能也看到了，没出来是男生去堵这个女生去了。所以刚刚赵川老师都说你最好出来，好给这个女生走的机会，但这个男生，其实如果这个女生真想离开他，怎么会离不开呢？为一段伤心的情感可以从沈阳到了唐山，那么为了另一段所谓伤心的情感或者害怕的情感，也可以从唐山去其他的地方啊。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男朋友呢谈了5年多，现在快结婚了，他爸妈给买了新房，但最近呀听说他妹妹要先搬到新房入住，可我们还没搬进去呢，我心里是不愿意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呀只是说暂时借住到你们家的话，我倒觉得你不必太在意这个事儿，这样呢反而显得你会大度一些。但如果这一住就不走了，你倒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该怎么应对这件事儿。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当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收看并且陪伴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